让我们去你儿子的房间，你经常敲门的房间看看，小少爷房吧。我是小老爷。啊？你是个小老爷。你住这么大的房间，凭什么呀？这里还有把什么桃木剑？你能懂男人对于棍子的这种，他拿到这就是叭叭叭。快搜吧，我看看你们能搜出来些什么。哎，你这儿怎么这么多画？对啊，最擅长作画的人，懂不懂什么叫小老爷？哦，好多画那边。他画画厉害。哎，这有盒子。又有一个盒子，哇！这里面，哦，你金钩拜偶，这里面什么意思啊？觊觎我们？让我看，什么意思？你们不懂吗？什么意思？自己说。这是什么？你自己解释啊！这是我呀，这是不是你做的？这是我做的吗？你这一手嫁祸真厉害啊！这我在他房间找到的。我的房间？那不是你偷的吗？偷窥者还偷了别人东西。你具体说说这玩意儿是哪来的？对，哪来的？怎么回事啊？这个事情，1个月前啊，我突然就醒了，然后就旁边站着一位非常苍劲、英俊的男子管家。我很诧异，我说你是谁？为什么要掀我的被子？对，然后我失忆了，我说你是谁？然后他说文能蝶啊，对，他说我爸，他说我是小少爷。你1个月前就失忆了？对。哎，到底有多少人失忆？对啊。当我醒来的时候，我是从我的梦中惊醒的嘛，然后就爸爸说我失忆了，为了不要引起这个家里的这个骚动啊，就不要告诉大家说我失忆这个事情。但是呢，我就一直对我梦中的那个女子啊，就非常的念念不忘。我就觉得我是不是以前有一个女人跟我在一起，非常的要好，但是我就是记不清这个女子具体的长相。但是我知道这个女子，她眼睛很漂亮，对，笑起来笑眯眯的弯弯眼。从大哥和大嫂回家之后，我见到大嫂第一眼，我就觉得你这个眼睛好美啊，跟我梦中人那个似曾相识。哦，好开心，我当年没有去开双眼皮，不然他就不认识我了。然后我记忆中呢，这个女子呢，也是她送过我一个拿藕制作的一个小大象，我们2个一人有一个定情信物。定情信物。对，但是我找不到。然后呢，我就去他房间，发现了那个定情那个信物。哦，所以这个逻辑是，曾经他们有过一段。哎，不知道这个我不确定，因为大嫂现在也失忆了嘛。对。现在你俩证明不了你俩的关系吗？你看到他的时候有没有似曾相识过？没有。不是儿子，这都不打他。打我干什么啊？作为一个男人，这个时候都不上手，不动手，不能打。为什么不能打？因为我都发现这个事实，我依然内心是祝福大哥和大嫂的。好了，那就没什么线索了。没了呀，没有杀人动机啊？有什么杀人动机？你们就搜出来这2个有什么杀人动机？我有杀谁？我要杀大哥啊！我不信，再找找。再找找。有个东西，有个箱子，有个箱子。这个箱子没有上锁。来。哦，金钩，
快！金钩拜偶，来，我来念一下吧。4月9日，金钩拜偶脖子上的勒痕居然还没有消失，好在没人发现。4月26日，居然又想出宅门，试图翻上2米的院墙，一点都不害怕，好在被我阻止了，绝对不能让他离开我的管控。5月2号，下次再嚷嚷出门，那就只有给他下药了。5月4日，等我拿到我想要的东西，再多一具尸体，也不是不行。既然你是个大恶人，我只有大义灭亲了。什么意思？解释吧。你曾经绑架过他是吗？我发现大嫂可能是我心爱之人之后，然后就很郁闷，然后就在院子里踢球，蹴鞠，然后一不小心一生气，蹴鞠一鞠鞠到了太爷屋里，然后呢我就想进去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砸碎了，进去之后，然后呢就发现了这根绳子，对，哎，我说这绳子这个花路有点特殊啊，突然一想啊，就那天大哥大嫂回家的时候，大嫂的脖子上有个勒痕，就是用这个绳子勒出来的。我在太爷屋里找到这个绳子嘛，所以这是太爷爷的本儿。因为这个绳子花纹非常特殊啊，对，普通绳子是没有这样的花纹的。然后我想起大嫂脖子上那个花纹之后，我就觉得太爷是不是有点问题啊？然后我就去翻这个箱子，然后一看，它里边记录了对大嫂做的这么一些恶行。明白了，杀人动机。你是为了爱情？不，但是你看最后一句，再多一具尸体。我觉得太爷就不仅是对他，而且太爷还要去残害别人。我心想，哼，为了世界和平，为了我心中的正义，我要干掉他，我要大义灭亲，我要为民除害，我就是正义之神。就是为了爱情。我可以是为了爱情，但我也是为了成全大哥和大嫂的爱情。不，他这样把自己说的太美化了。不，这故事换成任何一个人，如果是他根本就不会去保护他。你想清楚再说。你还要弑父？我就是啊，一是为了大嫂啊，二是为了保护大哥大嫂，对吧？毕竟也是家人。而三是为民除害。是，我觉得他就是为了爱情，这个极端的行为就是为了爱情。不，但他这么残暴，就要干掉他，为民除害。不要忘记我的名字叫 Bad Boy， 更有嫌疑了。所以他很坏吧？他动机已经很成立了。他其实不是正义。我正义。OK。反正现在就4个字：为了爱情。不，为了世界和平。在我心里，我是正义的。你 Bad Boy 嘛？最开始在客厅，你离太爷站最近。是最近。还有你呢，他也是往你那儿走的。他跟太爷挨在一个角落里。嫌疑好大。小小的身体，大大的能量。下面我们去看看那个爸爸跟妈妈的房间。来吧，我是正义使者。你们如果这样子的话，我只能把你们全杀掉。Bad Boy， 全部杀掉。Bad Boy。老爷夫人房。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这眼睛一看就是我的呀。你挂的是吧？这个笑成这样，你看看。啊，你平时看不到这个是吧？为什么你们两个的闺房里会挂着我的眼睛？你儿子的？哦，这是你的眼睛啊？对啊，我一直以为是我的呢。我的。就众目睽睽之下，我因为你是我儿子嘛，咱俩眼睛长一样是正常的嘛。但这一看就是我的，一看就是我的。他怎么 wink 啊？哦，哎，等会儿，哦 ，wink， 这好高级啊！来解释一下吧。这个确实是我挂上去的。你们两个感情这么不和吗？你们两个？我跟老爷平时不睡一个床。你们分床啦？分居了已经。是的，影响睡眠。
老爷平时睡这个床榻。我们先搜大老爷的。这个虎皮下面，哎呀，哎，我，所有人注意看，在他的床里面发现了一个应该是手串吧，用一幅画包了起来。这幅画上面画了一个山，人指向了这个手串，写“原来是你，我要报仇雪恨”。这里有个记账本，4月8日收太爷定金2万，月亮之上赏他5000，古德拉科赏他5000，白的博弈，天助我也，捡到一个免费的，什么意思啊？什么定金啊？为什么要赏钱啊？这还有小人儿，这个不会是我们一家3口吧？这是个祭坛封的。这里还有一个小人，这里还有个面具，什么意思？没想到这么快就被你们发现了。还是跟你们说实话吧，其实我不叫古德摩宁，我的原名就叫摩宁。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家庭的一个孩子，我是早上出生的，所以我叫摩宁嘛。哦，好。过了5年，我的弟弟出生了，但是我妈很不幸的是，在生我弟弟的时候，她就是当时就难产去世了。哦，在我15岁的时候，更悲惨的一件事发生了，就是突然有一天我醒来以后，我发现我看不见东西，听不到东西了啊。于是呢，我爸就一直跟我弟照顾着我。在我23岁的时候，有一天突然医学奇迹，恢复了视力和听力。在我醒来的同时，我弟得了跟我一样的家族遗传病，猝死了。啊！然后呢，我就当时就是非常的痛苦，非常的悲伤。然后于是我昏过去了。等我再醒的时候，我就去找我爸，有人告诉我，我爸意外身亡了。啊！就是你弟去世之后，我弟去世之后，我爸意外身亡了。我就非常痛苦，非常痛苦，我要找。然后呢，我就找到我爸出事的那个地方，我就在那哭嘛。然后有个好心人就过来跟我说他当时啊看到一个男人坐在车里的那个车是被一个人推下去的。然后那个推车那个人呢，手上是戴着这样的一个手串，上面是比较独特的，因为上面写的这个平安2个字嘛。我就想说我要找到这个人报仇嘛。哦。之后我一边找凶手一边流浪，就到了退土村，这就是那个猴面具嘛。我当时就是在这个村里，就是在街头打把式卖艺，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穿的特别富贵的人来找我，说这个我来雇你帮我做一件事儿。他说有一对夫妻对古德家族的文化特别的痴迷，这对夫妻就是你俩吧？啊？对。那太爷呢？太爷就是那个雇我的那个人。就是他俩找到太爷爷，说我想体验古德家族，你去帮我找一帮人。然后太爷爷说 OK， 我来做这件事儿。哦。于是呢，我就先找到了我的同学。所以你们只是扮演，一直都不是真正的夫妻。对，所以我们分床睡啊。有一天我走在路上，又看到一个在洗狗的一个小帅哥，就是那个小帅哥给狗洗得可干净了，我就觉得这个人一定照顾人是没问题的，所以呢，这位管家呢也是我雇来的。你是正经管家？您是一个洗狗的？不是，洗狗。怎么这么看不起人呢？我总觉得你们，你是正经洗狗的？洗狗没有什么看不起。不是，你们那个语气就很数落我，你这是洗狗的，你这是。我就想说，我已经找到我的夫人，找到管家了，还差一个儿子。然后我就在街边溜达，结果呢，就在一个垃圾堆里，看到一个小帅哥在那儿吃垃圾。没有，当然在垃圾堆里蜷缩着，
虽然在垃圾堆里，但是他那个骨子里透露着那种儿子的感觉，高贵的气质，儿子的感觉。就看着哎，傻子好骗。这个小伙就醒过来之后，像一个傻子一样说：“他说我是谁，你是谁？真无语。这是哪儿？跟你们说的台词是一样的。”然后呢，就又昏过去了。我在想，哎，那正好他不记得了。等他醒了，我就告诉你，我是你爹。这月亮之上是你妈，这是你管家。哎，哇！所以我们根本就不是古德家族的人，古德家族的人已经就是去世了，我们是一批新的人过来体验的。是，我们后来又失忆了。我们俩失忆了。对啊，你们3个是正经的，是知道的呀。那这个的手串是哪来的？为什么我有这个手串呢？是因为那天我去找古德太爷要给我结账嘛，结果我进去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他没在房间里，发现了手串，发现了这个。哦，因为我苦苦在寻找的那个杀我父亲的凶手啊，原来就是古德太爷，我就知道了，所以我一定要找个机会干掉他。没错。好了，对上了。你的动机很强。你这杀人动机太强了。强啊，当然。那看看你的同学吧。好，看看这位同学。这个锁，钥匙呢？找了。来，没事。窗帘儿，那里边的窗帘后面呢？你们这3个没用的家伙！哇，他这个线索这么刁钻，要不就拆下来吧。哦，这2个暴力仔，不是吧，家人，这都已经到这种程度了啊！找到了，太难了。我天哪！我天哪，这么 C 的？啊，你究竟藏了多深的秘密呢？手机，这是我们这个年代应该出现的东西吗？这是什么？鲁班锁。你要开吗？我给你开吧。他会。这还有一个这个。我来看一下这个手机，恐怖密室金牌 NPC， 怎么会有网站啊？瞳孔扫描，这是符赫吧？符赫啊。为什么你要扫描符赫啊？等一下还有个视频。然后这是啥？是真是吗？这不会是某一年的跨年晚会？是的，唱给他听的。哇！天哪！若是月亮还没来，若是窗台……先坐下。哎呀妈呀！哎，怎么看到你这儿？你不想这个换一个，这个来都行，先用一下啊。其实呢，我是一个恐怖密室的金牌 NPC， 然后现在其实是2025年，所以我才会有手机。今天正好是1925年5月8号。现在其实是2025年，其实是2025年。这是2025年。对，你为什么要叫醒我的梦？你呢，叫做金钩拜偶。对，大少奶奶。你才是长子嫡孙。我们俩已经有孩子了，只有我跟丈夫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没错，脸紧紧地贴在一起。见到大嫂第一眼，我就觉得你这个眼睛好美啊！不，我不信。但是我在1个月前失忆了。
但是好在我这个人平时有记日记的习惯，然后我就看自己的日记，我就发现了我有一个相爱很多年的男朋友，然后我的脑子里就浮现了一双眼睛。这眼睛一看就是我的呀。别告诉我是我啊。就是这双眼睛。哦，是我。你再兴奋一点。福赫就是跟我相恋很多年的男朋友，然后呢，他平时是一个特别温柔体贴的人。是的。日记里还写着，有一天我从密室下班回来，说我那个家炸了。你家炸了，我的男朋友也炸了，我炸了，都没了。我非常难以接受这个事实，我每天以泪洗面，每天就在思念你。然后我因为很想念我的男朋友，所以我就用 AI 按照我的记忆做了你的声音，才会有这段录音。哦。若是月亮还没来，之后呢，我每天就是过得浑浑噩噩，就是一蹶不振。但是我想，我最爱的人肯定不希望我天天这样消沉下去。然后我决定一定要振作起来，我要找个工作。恰好这个时候，我的同学莫宁就来找我，我就来到了这个古德家族。结果，我见到你们这对夫妻的第一眼，我就发现，他的眼睛长得跟我脑子里的那个男朋友一样。虽然你们的外表已经不一样了，但是眼睛就是一模一样。哦，所以我做了这个光山卡，就是为了想每天看着你，想念你。哦，因为我觉得他跟我男朋友眼睛太像了，所以我就每天偷看他。你偷看人洗澡换衣服。后来我怎么确认他就是我那个已故的男朋友的呢？哦，是因为有一个 app 叫做红色魔法。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虹膜，有数据在哪儿？我脑子里记得我男朋友的虹膜编号。然后有一天，我就趁着金戈贝尔喝下午茶的时候，他正在房间午睡，我就偷偷跑到他房间里面去了。我就发现这个男人睡觉跟我已故的男友一样，睁着眼睛睡。我还真是，你张飞呀！所以我就赶紧拿那个 app， 然后拍了一张照片，对比了一下，发现你的虹膜就跟我已故的男友一模一样。然后因为我老是偷看他，我就发现从他身上掉出来这个小盒子。哦，这是我的，但是我没打开过。哦，你要开吗？我给你开吧。他会。放呗，放。我们分开走，你一定要来找我。好，到时候我会唱着2只蝴蝶来找你。还记得怎么唱吗？亲爱的，你慢慢飞，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迪迪 ，Good Body， Good Body。他有可能是一个负心汉，因为他喜欢上了一个新的女孩。他就是假死嘛，连死都不愿意跟我在一起了。我不记得了，但是他这儿还有一个线索，还有一个是什么？我看一眼，这个有点奇怪了，这有一个叫做历史记录失忆搜索，还有这个，他想出门偷吃被我阻拦，大馋小子一枚。半夜他想溜出宅门偷吃被我阻拦，大馋小子一枚。幸好我随时监控着，我绝对不能让他离开宅子，敢跑我就先把他杀了。然后他写的是，那我一定要先下手为强。这个就是我在太爷房间发现的，因为我一直在偷看你嘛，后来我就发现太爷也在偷看你。然后有一天我就趁太爷不在家的时候，我就偷偷进他的房间看，发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里面就有这些搜索记录，搜索失忆，然后这是他写的日记，就是记录他每天都在跟踪你。
我看到这些笔记，我就知道他一直在想要控制你，就是不让你出去，你出去他就要把你弄死。我连吃东西都不行。对，不让你吃。然后我就在他底下留言说，我一定要先下手为强。我说的先下手为强是说我一定要先保护好你。为了爱情。对，所以我是一直在保护你。他的杀人动机已经产生了。好，其实就是为了救你。等等，他还有一个线索，这啥呀？你走开，让他坐这儿，我要审问他。好好好。好，这一看就是个机关，好吧？这上面有一个铜币，我们投币看看有没有什么反应。什么意思？这出现了一张车票，推市至胖大海。哦，你解释一下。这个其实是我依稀记得，我和我最深爱的人呢有一个特别想去的地方。我用藏在微信里的同城旅行一站式订好了所有的行程，又快又省，酒店、火车票一起订，还能省更多。同城订火车票也太快太方便了吧？好。现在他人已经消失了，所以这个旅行也没有办法实现了，很遗憾。行吧，那就赶紧打开手机 APP， 来，我们继续探案。走啊，下面我们可以去看看管家的房间了。